蓝忘机目不转睛地看着魏婴逆着光的背影，他浑身都是血污，刚刚抱着江厌离冲出炎阳烈焰殿时，被划破的衣服已经被血沾在了翻卷的伤口上，乱蓬蓬的头发让街头乞丐看了也要道一声不如。明明刚刚还是桀骜不驯的夷陵老祖，眼角眉梢都是狂傲不羁，此刻却落寞得如丧家之犬，仿佛跌入了无尽的烈火深渊，那破人的气势终是暗淡了下去。一夜混乱，天色将明，可是连那细微晨光似乎都不愿停留在他的身上，一身的阴暗晦涩深深印在了蓝忘机的眼里。这明明是他捧在手里都怕摔了的宝贝，为什么在这里却被其他人抛弃，甚至唯恐避之不及？这明明是他最珍而重之的爱人，他的心头血，为什么在这里却被人肆无忌惮地踩踏羞辱？蓝忘机感觉身体最深处，他紧紧包裹着的那部分唯一的柔弱被人狠狠剜了出来，重重摔在了地上，落花流水般碎了一地。蓝忘机一言不发追了出去。魏无羡哀了一声，心想大事不妙，蓝湛今日心情怎地如此之差？拔腿就要去追，谁知还未迈出半步，心脏突然一阵剧烈的刺痛传来，胸口一闷，一股腥甜的液体就自喉咙呛了出来。下一刻，魏无羡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魏婴，蓝湛是唯一一个还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的人，倒不是他冷静，而是实在是站不起来。此刻见魏无羡骤然摔倒在地，心中一紧，咬着牙就要扑过去扶他。一身萧瑟的魏婴和一身冷气的蓝忘机被这一声猛地惊醒，倏地转身就是大惊。蓝忘机的速度谁也比不上，他飞身过去就想抱起魏无羡，却被魏婴一声暴喝制止：别动他！蓝忘机急怒攻心，哪里听得到他这句话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却仍是被他的下一句话绊住了。你想让蓝湛死吗？闻言，蓝忘机顿了一下，眉头紧皱，似是不甘，又似是痛苦。他慢慢的收回了双手，用力握紧了拳。魏无羡已经缓过了气，晃晃悠悠地支起身子，勉强冲蓝忘机笑了一下：我没事。面色却苍白如纸，他的心里已经凉了下来。这一趟自己能不能回去，恐怕已经不好说了。没人比他更熟悉这种感觉了。前世临死前，一边被凶尸撕咬肉身，一边被万鬼反噬魂魄，无论是哪种痛，都让他刻骨铭心。此时镜中世界，他是虚无状态，肉身不为人所见，魂魄便首当其冲。不知为何，竟替魏婴受了反噬。魏无羡心中无奈，这趟来的真不值，自己要是死在这里，那可真是要了蓝忘机的命了。思及此，他生怕被蓝忘机看出个什么不对，赶快爬了起来，对蓝忘机笑了笑：不用这么严肃呀，我就是看见师姐没什么事了，心里一松就松过头了。蓝忘机浅色的瞳仁一错不错地盯着他。魏无羡在这强大威压的眼神下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到最后几乎就跟蚊子哼哼差不了多少了，明显的底气不足。蓝忘机面无表情，转向蓝湛冷淡道：你可以走了吗？蓝湛也面色不佳：我没事。蓝忘机转身对魏无羡低声道：我们走吧。魏无羡懵了：走？去哪里？自己回来不是要改变自己的上一世吗？跟着魏婴，帮他规避可能出现的一切危险，让他和蓝湛能安安稳稳地远离是非，做一对神仙眷侣，天涯归去，让师姐能看着精灵长大，让蓝湛不再苦守13年，空受痛心彻骨之罪，这不是才是他来的目的吗？魏无羡突然出声：我不走，我要跟着他们。蓝忘机似乎并不惊讶，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：韩光卷，我想做一件事情，你陪不陪？陪。这是从一而终的回答。待四人收拾齐整，蓝湛突然一把抓住魏婴的手腕，力气之大让手背的青筋毕现。蓝湛道：魏婴，鬼道损身损心性，方才炎阳烈焰殿里你已经……魏婴一时没有甩开蓝湛的手，只低声道：我还有其他的路吗？魏无羡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：有啊，嫁到云深不知处不就行了？魏婴白了他一眼，懒得搭理他。蓝湛这时候也没空去害羞，只沉默紧握着他的手腕，坚定地表示着自己的立场。魏婴无奈道：
那你要我怎样？蓝湛道：最起码让我看着你。看着你，让你在我的眼睛里，而不是任何危险里。魏婴头都大了，一个两个的都要跟着他。他幼年被江城嫌弃，少年被蓝忘机嫌弃，现在被全世界嫌弃，怎么眼下反而被一群人追着跑呢？魏婴只好点了头，带着一个蓝湛和2个透明人向乱葬岗出发。一路上，魏无羡给魏婴从不夜天师姐为他而死开始，讲了乱葬岗围剿、莫家庄献舍重生，一直讲到石破天惊的观音庙表白。眼看着魏婴的脸色从震惊到灰败再到扭曲，魏无羡心中大爽，还要落井下石地教育他：你看看你，一代夷陵老祖就这点出息，看看人家韩光君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。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。要是蓝曦臣在这里，可能能从蓝忘机脸上读出不止3个表情。现如今江厌离未死，江城便不会带头围剿乱葬岗。但是不夜天那晚本就是所谓剿灭温氏余孽与夷陵老祖的誓师大会，即便不夜天城这次没有发生重大伤亡，但誓师大会过后，京师还是不会放过他的，围剿会照常开展，而反噬也已经开始。1个月的日子飞快地溜走了，魏无羡的状态越来越差。他本想尽力忍住不适，不让蓝忘机发现什么异常，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，他每日心痛吐血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已经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了。蓝忘机终于知道了魏无羡替魏婴遭到反噬的事情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他曾经劝过魏无羡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且先不说魏无羡不甘心，事情才到这里就离开，光是镜中世界的出口就根本找不到。蓝湛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守在乱葬岗上，他既已听说了魏婴会在围剿中身死，便死活不愿意离开。但微妙的是，自从知道了魏婴会成为他的道侣，他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表示，反倒是魏婴越想越觉得捡了个大便宜，每日抓紧一切机会变本加厉地骚扰蓝湛，还美名其曰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被蓝湛狠狠地骂了一句闭嘴，才安生了不到半晌。大家都默契地不提迫在眉睫的应对围剿之事，但是该来的总是要来。那日天气并不算糟糕，甚至还吹着点小风，甚为神清气爽，不仅适合放松，也适合下手。最先看见标有金字大旗的人是温家四叔，毕竟已经多活了这么多天，他早已经做好了面对这一天的准备，神色并不很慌张，只转身进了伏魔洞，对魏婴说道：魏公子，围剿的人来了。魏婴和蓝湛正围在洞中一个石台旁，石台上躺着一个四叔看不见的人。魏无羡的反噬又一次开始了，并且这次来势格外凶猛，已经小半个时辰了，刀绞一般的心痛就未停止过。魏无羡被折磨的脸色苍白，而蓝忘机的脸色比魏无羡的还白，却对他的疼痛束手无策，甚至连伸手抱一抱他都不行。他们2人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外人看不到他们，他们也触碰不到这个世界的事物，甚至无法找大夫或者服药。魏无羡一直竭力忍着痛的想要打滚的冲动，只蜷在石台上，身体轻轻地抽搐着。他把脸埋在臂弯之中，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的表情，特别是蓝忘机。听到四叔的话，魏婴低声骂了一句：真是祸不单行。跳过了血洗不夜天，众家族并没有元气大伤，来的竟比魏无羡告诉他的原本时间线中的乱葬岗围剿早了2个月。他说了一声知道了，就让四叔先带着温家人从他们之前挖的密道逃走，这才又转回身去看蜷缩在石台上的魏无羡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庆幸还是内疚，若是魏无羡没有来，那么此刻他就是众叛亲离，万鬼反噬。但是这些魏无羡明明已经承受过一次了，他不该再受一次的。他明明已经过上了岁月静好的日子了，不该再一次死在这里。说到底，魏无羡之于魏婴仍是另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让另一个人为自己的事情承担后果，这不是魏婴愿意看到的。虽然温家四叔看不见魏无羡，但是不妨碍魏无羡听到他的话。他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要来了，硬撑着坐了起来。
大颗大颗的冷汗自额头滚下，却在离开他的脸颊后就凭空消失了。他咬着牙对魏婴艰难道：“我就是你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